韩总身材真好，你又不是没见过。看不够。看不够？干嘛？哎呦，怎么了？没事，肯定是昨晚运动过度了。你在说我挠你？开玩笑的，我去做饭。我一会儿换好衣服就过来。好。过了多久，偶然的相遇，记忆中的那张脸牵动心绪，再诉说也听闻。需要我帮忙吗？你确定吗？你在做什么？这个是沙拉酱，准备给你做一个蔬菜沙拉。沙拉酱，你教我。好，来。这个往里倒。对。倒多少？不用很多。哎，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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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。这个是搅拌，不是这么搅拌，你看，这样搅，来，手这样拿着。不需要太快接受彼此，也不必匆忙爱上各自，让在原地徘徊不走开，期待总有一天你会回来，不是先开口就认输，也没有轰轰烈烈的赌注，重来一次就算再难过，我依然义无反顾，不再是路过。对了，人才库的方案都做好了。第一稿方案已经完成了，一会儿开会讨论。好。我就不陪你上去了，你要注意休息啊。放心吧，想我了就来找我。走吧，拜拜。好。这就是 AI 人才库第一稿方案，大家有什么建议或者意见吗？刘总。季总，方案我没什么问题，但 AI 人才库投入非常巨大，周期漫长，而且没有盈利。技术人才和医疗资源共享，是东医智慧医疗的重中之重。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抛开所有的顾虑，全力以赴。季总，人才库要冠东医的名义，资金大头将会从东医身上出，
董事们是最看重投入产出的。就算我们把方案做得再完备，恐怕也很难通过董事会。过会的问题，韩总会去解决。大家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？要没有的话，我们就来讨论一下如何修缮这一版的方案。会开得怎么样？看完了，大家还是有点顾虑。有顾虑正常。方案怎么样？我们说好了，你只负责董事会的事情，方案的事你别管，交给我。你就安安心心的休息休息。知道了。药店怎么样？舒服吗？特别舒服。再舒服也不能久坐，来，起来活动一下。我刚刚学了一套缓解下背疼痛的动作，你跟我一起练，来，来，好，先这样站直，然后吸气，别笑，严肃点。好，再来一遍啊，吸气，好，向左转，吐气，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回到正面。吸，向右转，1、2、3、4、5，感觉怎么样？感觉好多了。好，那我们换一个动作。你把手这样打开。怎么在这儿？在这儿看夜景好美啊！啊，我一个人住在这儿的时候，还真没在这儿看过夜景。欣欣，以前我们时间都太满，都没空陪对方。我想，我们以后多留点时间给对方。好。干什么呀？就跟我们这样，好像一家3口，爸爸妈妈和一个调皮的孩子。以猫的年纪来说，它可比我们加起来年纪都要大。小猫咪可听不得这种话。韩总越来越懂事了，都知道在送我上班的时候给我准备好醒早咖啡了。懂事，贴心，我很喜欢。喜欢就好，下次再给你准备别的。那我要点菜哦，下次我要胡萝卜橙子汁。好。哎，志忠。哎，欣姐，有一个要紧的事儿，我得和你汇报。怎么了？左阳公司单方面的终止了和我们的合作协议，并且不再续约。在我们的所有合作伙伴里面，左阳公司是唯一一家要谈技术材料的。目前我手上有个产品，必须要用谈技术材料，要不然进度根本就推进不下去。我还是问了采购部之后才知道的，所以赶紧给你打个电话商量商量，接下来怎么办。是他们毁约还是合约到期啊？按道理说是正常的期满解约，但是呢，我也问了一下采购部，合作期间一切都很顺利，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就不再合作了。期满解约，那如果这样的话，没有签续约文件，也没有办法追责呀。是这样，没错。但是我们现在急需他们的材料进行产品实验呀。这样，我先想办法把这个月的供货量搞定，只是要的急，可能需要多花一点钱。
但是咱也不能每个月都这么东拼西凑的呀。星姐，我是觉得这一次之后啊，咱们需要寻找新的稳定的材料供货渠道了。我从德国回来以后有一个设想，正好现在可以试一试。什么设想？实现了再说。行，那先这样。嗯，拜拜。麻烦韩总改个目的地呗。好。你怎么不问我刚刚设想是什么？比起言语描述，我更倾向于直接看成果。罗平出国考察这段时间，看来季总很繁忙了。有什么办法？谁让我代理他工作呢？但是比起韩总，我这不算什么，9牛1毛。您联系我是不是因为左阳那批货出了问题？而我们刚好从国外进了一批碳金属材料。马总真是消息灵通，那我也开门见山，您帮了汉芯，我们一定记着，日后马总用得着的地方尽管开口。李总客气了，您开了口，这个忙自然是能帮则帮。马总爽快，不如我们今天就把合同拟一下。李总，你也知道整个市场都缺货，以我们的库存量，连老客户都不够，你们要的货又多，实在是供不上啊。这样吧，最多100斤，价格上涨30个点，您看怎么样？那先谢谢马总了。马总啊，别打电话了啊，都等了这么久好，了。李总，咱们回头再说，您考虑一下啊。再见。啊，来。别皱眉了，喝点东西，补充能量。谢谢。是我谢谢你才对，孩子想办法帮我们解决材料的事儿。互相帮忙应该的。再说，我也还没解决呢。上午跑了一圈美阳材料，刚刚又联系了科博材料，都没结果，实在头疼。星姐发微信说，供货的事搞定了。真的？你看，太好了。明天中午，你有时间吗？我想约你去个地方。哦，好啊。那明天见，我先走了。啊。吃点东西吧，来。哇，太幸福了！工作的时候能吃上一口韩总亲自做的面。对了，原材料的事我解决了。这么快啊？怎么解决的？巨黄的总裁最近来新港出差，婷丽跟他关系也不错，就帮我约了他，还有徐氏集团的徐总，我们达成了战略合作。他们一个有德国高新材料技术，一个是本土材料企业，这样一来，既可以解决本土原材料质量不稳定的情况，还可以帮助德国巨黄拓展中国市场，而且汉芯也有了稳定的原材料供应渠道。这可是个创造性的合作，季总厉害了。过奖都是跟韩总学的。但是我总觉得，左阳突然取消合作，是有人在背后搞事情。已经和同科合作了，价格比汉芯高15%。太小了。什么小？格局。恶性竞争，损人不利己，格局太小了。互利共赢才是大格局。并不是所有人都像季总一样有大格局的。哼。走吧，洗个澡，早点睡。我再看会儿资料吧，马上就要过董事会了。你先去洗漱，我一会儿就过去。
对了，季总，这有份文件需要你签注一下。好了，这就没了。一天只能用一次。一天只能用一次啊？那我连男朋友的权利都不能使用了吗？好吧，那我看一看，还有什么可以用？陪伴卡，游玩卡。这么晚还能去哪玩呢？看个午夜电影不错吧？祝福卡、披萨卡，这个好，按摩卡。刚好浑身酸痛啊！哎呀，走走走。走去哪？给你按摩呀，哪儿不舒服？哪不舒服？家里有针吗？给你针灸。针？就床上针吗？啊，床上拔。特意为我准备的。谢谢。跟我还说谢啊？这次本以为结了星辰的原材料，可以给他们制造些麻烦，没想到又被季星给解决了，还顺便让他打通了新的材料合作方向。看来釜底抽薪这一招对他不管用啊。季星是有点本事，可是他经验少，时间长了他就露怯了。不尝尝吗？啊。喂。事情都办妥了。好，就这么办。怎么了？我让手底下人找了个营销公司。你要干嘛？就不劳常总费心了。果然不能得罪女人，狠起心来，真是一点都不留情了。我留情的时候，人家可不领情。不是你说的吗？商业竞争，不讲感情。我先走了，谢谢你的咖啡。菜我已经点完了，你看看还有什么想吃的，再加点。都是我爱吃的，没什么要加的了。其实啊，平时出去吃饭，他们都不让我点菜，要不然嫌我点的不好，要不然嫌我点的多了浪费。唯独和你一块吃饭，你爱吃什么，我倒是胸有成竹。那作为你的老同事和朋友，我可是有点受宠若惊啊。丽丽，这束花是送给你的。可能你已经不记得了，这束花和你第一次来乌塔房的时候带的那束是一模一样的。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我感觉整个房间都被你点亮了。我知道，过去的我很不成熟，为了追你，做了很多的傻事儿。但是现在的我不一样。自从星姐走了之后，我们共同守护星辰，一起成长，一起经历了很多事情。我呢，也一点一点变得成熟了。或许曾经，你拒绝我是因为我幼稚、冲动，但是我愿意为了你，变得更好。你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，丽丽？我喜欢你。小夏姐，你说苏总是不是因为厉总才不去的呀？
我觉得他就是不舍得李总，没想到苏总也是个恋爱脑。苏总呢，他肯定有自己的考量，不过他从德国回来就是汉芯的首席技术官了，就这么错过了，也太可惜了。可能这次还是得跟你说一声不好意思了。没事儿，我既然做好了和你表白的心理建设，那也做好了被你拒绝的心理准备。没事儿。你看你，刚还说自己成熟了，现在又一脸失落。你到底是不是真心想请我吃饭呀？我是真心想请你吃饭。哎，其实这一次表白也算是给我自己最后一次机会吧。我衷心的希望你开心、快乐。好啦，跟你开玩笑呢。你的成熟，我一直都看在眼里。还有，你说错了一点，你不是从欣欣走之后你才开始成长的。你还记得那时候打印机出故障，我们一起去借打印机，你还指导小左修刮刀，那时候你就已经是星辰的支柱了。记住，你不是为了我变好的，你要为了你自己。你有你自己的优点，真诚、认真、负责。我哪有你说的那么好？还有你记性还特别好。当初那束花我随便买的，我都不记得长什么样了，你还记得？这花我收下了。告诉你个秘密，我其实是为了维护我金牌销售的形象，才一直吃西餐的。我其实喜欢吃臭豆腐。臭豆腐？你爱吃臭豆腐？哎，这个附近有一家那个特别正宗的那个街角那家湘菜馆。对，就是那家。哎，我现在去给你买，你等我一会儿啊，很快很快，等我啊。欣欣，来，这位是我女朋友季欣，瀚海星辰的副总，这位是谭雨妮小姐。谭小姐你好，我看过你的电影，特别漂亮。你好，本来想邀请韩总一起共进午餐，既然韩总女朋友来了，那我就不打扰了。停，艳福不浅啊，停。他自己突然跑过来，你吃醋了？这不是找你来救我吗？刚才我已经替你当面宣誓主权了，他肯定不会再来。表现不错。12点了，想吃什么？要不我们去朗厨吧，那儿好多明星都喜欢去。好。啊？下次。我已经订好餐厅了。走。走。想吃什么呀，韩总？听季总的。那说好的我请客。难得季总请客。什么叫难得啊？哎，小心！韩总，你又没事吧？韩总，季总。拨打120。别，
叫唐宋。江总，进。小韩总出事了。怎么回事？只听说唐宋特别匆忙的从办公室里跑出去，咱们东科有人在地下停车场看见他和季总扶着小韩总上了车，小韩总到现在也没回来。果然，上次受伤的事没有那么简单。这件事要告诉周董事吗？等等再说。明白。结果出来了，魏主任说要尽快手术。好。很疼吧？没事，你别哭。我没哭，你好好睡一觉。我一直在这儿陪着你。董事长来了。董事长，季星，辛苦你了。不辛苦，应该的。我进去看看他。好。爷爷，您怎么回来了？你都这样了，我在海南还待得住吗？我没事儿。还说没事儿，你呀，就是不长记性。这些日子，我一直在想您之前对我说的话。后面我做事会留有余地的。困兽犹斗啊！你记住，永远不要用自己的生命去赌别人的人性。知道了。这一次的事儿和季星没关系，是我连累了他。我大老远的从海南赶回来，不是要对一个小姑娘兴师问罪。你爷爷还没有糊涂到那个地步。爷爷，对我来说，他跟东阳一样重要。被爱包围，自然是好事，但爱是铠甲，也是软肋。你要保护好自己，也要保护好他呀。我可不想让这些人成天就戳我孙子的肋叉子。爷爷，快点好起来吧，别让一个女孩子总替你担心。知道了。公司的事你就放心吧，我已经对外宣称你临时有事出国了，啊。好。走了。星姐，你看看这个视频，里面说我们的植入类器械产品检测出了放射性物质。植入到人体内的器械本该是救人用的，却质量不达标，检测出了放射性物质，对人体的伤害有多大，会不会致癌呢？这就需要专家解答了。汉兴黑心无良，海星辰居然还好意思叫这个名字，很深啊，懂的都懂。东洋医疗赚黑心钱，不怕遭报应啊？
我们的每一个产品出厂都是经过质检的，里面不可能出现放射性物质，这明显是有人故意在黑我们。要不我去公关一下，看看他到底什么目的。先不着急，有人既然能拿到我们的产品，还能用所谓的专业设备去做检测，再发到网上传播，事情没那么简单。我们要是现在联系他们，说不定会被他们反咬一口，说我们做贼心虚。你说的对，那我先发个声明，否认。你们有没有想过，如果真的是有人在背后捣鬼，我们要是否认了，说不定正中人家的意，再来个第二波攻击，到时候双方撕来撕去，大家也分不清楚真假，心里就会存疑，一旦存疑，受损的就是我们。药械行业，质量问题是底线。我懂，但我就怕，如果现在不发声明的话，后面事情越闹越大。要不要再拖几天？说不定事情就自动平息了呢。不能拖，一拖就完了。这样，你们去联系媒体，下午2点在1楼大厅开个发布会，找人布置一下，我去把这事儿同步给陈总。好，那我们先去。袁总，汉兴这次的事儿，可正是个对付韩婷的好机会啊。这次出不出手，要看汉兴那边怎么处理。现在出手容易落把柄，没有必要。你不会是心软了吧？这个时候你可不能退。那小子手段可比咱们狠多了。看看再说吧。这次的危机容易牵扯到东洋，对我们也有影响。也是。不过要是他们处理不好的话，袁总，你正好可以下手拿回东一呀。别怕，我等你出来。来了。我状态不太好。大家好，我是东一瀚海星辰的副总裁季星。对于今天网上流传的视频，我在这里跟大家保证，瀚海星辰的原材料绝对安全。我们国家对植入式医疗器械的质检流程十分严格，瀚海星辰的每一项产品都是经过了药监局的认证，并且拥有医疗器械注册证，绝对不会有辐射问题。你凭什么保证汉兴的产品不存在放射性物质啊？带有放射性物质的产品植入人体，会对患者造成巨大的伤害。难道汉兴就这么不顾患者的生死吗？你们是不是使用了特殊手段，通过了质检？你们的产品已经大量投入临床，如果真的出现问题，你们该怎么办？对于网上流传的那段视频，你又作何解释？这些记者也太过分了吧！他们分得清什么是客观和中立吗？现在事情都没有调查清楚，就把锅都扣到星星身上。好，你先别着急，季星他一定能处理好的，啊，放心。
我手中这台放射性物质检测仪，跟大家在视频上看到的一模一样。这个是我们汉芯科技生产的锥间融合器。没错，超过了正常值。这个也会响吗？还是超出了正常值。借你的本子用一下。我的机器，大家也看到了，像这种检测仪是可以做手脚的，它的检测结果并不可信。但是为了让我们的患者放心，我代表汉芯宣布，我们会向社会征集一批检测仪，对产品重新进行检测，并且公开检测结果。这样看，星辰还挺有底气的。你看看他，中对呀，你看吧。既然你们觉得没有问题，何必要再大费周章的检测一遍呢？是不是心里有鬼啊？东医的宗旨是把每一位患者的利益放在第一位，事关健康，怎么谨慎都不过分。产品权限召回之后，我会找第三方机构做检测，并且整个过程全程直播。产品到底有没有问题，到时候大家心里自己会有判断。你们看个结果吗？这孩子，把东阳的态度说得很明确嘛。据我们现在所了解到的证据，视频发布者之前就有造假勒索的先例。如果各位在座的媒体朋友感兴趣的话，可以去深挖一下，会是一个很好的社会题材。我真心的希望大家不要再帮造谣者制造舆论环境。这件事情我们已经报警了，深入调查之后会给出结果。借此机会，我也向各位发出邀约，邀请大家有空来东医、来汉芯参观我们的研发中心和生产基地，近距离的了解我们对各项产品的严格要求。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，在发布会结束之后，可以联系我身边的工作人员。一会儿结束去看看，一会儿一起去看看。这就算洗白了。也不算洗白，之前误会了。今天特别感谢各位媒体朋友的到来，请大家关注后续的处理结果，谢谢。经典，刚才太酷了，帅爆了，季总！是啊，季总太棒了！对，是季总。好了好了，季总，你这次发布会应对的太棒了，不仅显示出了东医和汉芯的坦诚，还免费拉了一波媒体帮忙做广告。陈总过奖了，只是接下来要辛苦销售部和公关部的各位了。销售部负责召回所有同批次的产品，同时安抚已经使用过产品的患者，承诺后续保障工作。公关部负责调查这次发视频的那个网红，保留所有的证据，同时找第三方公司做检测，实时公布检测结果，注意舆论动向。行，那大家去忙吧。陈总，我还有点急事儿，我得先走了。好，那你去忙你的，其他的事情我盯着。辛苦。季总，他怎么样？手术很成功。太好了。
心啦。我去给你们擦擦。